哎，月公主怎么会来这儿呢？秦王去世，新王和会后密书，要我和姬儿入燕国为质子。秦王尸骨未寒，就欺辱你们母子，这个女人的心怎么这么狠毒？天不灭我芈月，义渠君不必为我担心。月公主，你跟我走吧。去哪儿？你跟我回义渠，我做大王，你做王后，我保你跟孩儿一世安稳周全。这种话不说也罢。你不相信我说的？我这就回义渠，把东陆公主送回娘家，以后我义渠后宫全由你一人说了算。你真是没变，还和过去一样，连打劫的方式都一样。你还是那个义渠王。你也没变，你仍是我心目中的那个月公主。时移世易，你眼前的这个女子，和你从前认识的那个女子，早已不同。有什么不同啊？就因为你做过秦王的女人，我不在乎。我说的不同，不是这个。那是什么？你对我挖心挖肝的好，期望我成为你的女人，可我却有别的心思。你想要什么？我自己的命，我想自己做主。自己做主？这如今乱糟糟的世道，一个弱女子若想活，只有靠男人。我芈月前半生都靠在男人身上，这剩下的日子不靠也罢。我不让你走，你得做我的女人。我不想做别人的女人，你松手。我不。10几年前你就松过手，这次你还是会松手的。芈月，谢义渠君高义薄语，不管走多远，我都不会忘记。在我最无助的当口，曾有人说要带我走，要带我的孩儿如亲生骨肉般疼爱，并承诺给我一世周全。这些话足够支撑我走很远很远的路。好吧，若有一日你需要我的时候，就朝义渠的方向冲我招招手，我纵马即刻就到。月公主！月公主！五位将军，月公主，这是我们大王给月公主路上用的盘缠。燕国寒冷，这些皮毛带在身上，月公主也好做些衣裳穿。代我多谢你们大王。好。夫人，这么多财宝，义渠王可真是出手大方啊！是啊，义渠王可算是雪中送炭呢。会后把我们从宫里两手空空的赶出来，就是想让我们饿死、冻死。如今有了义渠王送来的这些东西，可算是救命了。母亲，
他这是何意？没什么继儿，天底下无论多少钱财，都是能偿还的。那世间之物有什么不可以偿还？情分，这人世间最难偿还的，就是情分。生意还是收拾了就回家吧。这雪是越下越大。继儿，好了，继儿，好大的雪啊！这个地方好冷啊，我手脚都冻僵了。人家公子季都没有寒冷，你却先叫起来，丢人。是很冷吗？都冷到骨头里去了。公子，你冷不冷？婆婆，这燕国怎么这么冷啊？这燕国呀，就是以寒冷闻名的。还记得你魏冉舅舅小的时候，最盼望有一天能到燕国看冻掉鼻子和耳朵的燕人。亏得有一曲王送的这些毛皮，不然的话真要被冻死了。哎呀，慧儿的头好烫，怕是发烧了。我没有发烧，我就是觉得浑身都没有力气。来，我给你搓搓手。继儿，会啊，姑姑，还是你盖上。心着凉了。没事，继儿的手热乎着呢。好在继承已经到了，到了夜晚就给慧儿找医者。夫人请，公子请。将军请，夫人，我们为您准备了上饭。这附近有医者吗？有，医馆门口就有一个行医的医者。夫人需要，小人马上叫人去请。有劳了。夫人这边请。将军，您在那边。看你这一身的雪。这好冷啊，这里比咸阳冷多了。是啊。对了，婆婆，刚才门前路过一条好大的白狗，像小牛犊子似的，把我吓死了。我拿雪团砸它，它竟哗的塌了一块。原来它从雪堆里钻出来的。这就叫黑狗身上白，白狗身上肿。这孩子手冰凉，穿得太少了。婆婆，这已经把能穿的衣裳都穿上了。说起来，秦国也有雪，但这么大的雪，别说是继儿，连我都是头一次见。这冰天雪地的，大公主嫁到这里，真难为她了。杜锦他们明日去递交国书，后日正好是初一，要开朝会，想来大公主如今该称是议后了，她会很快知晓我们到了的消息。是啊，你和义后也有好些年没见了，继儿都长这么大了，你们一定有得聊呢。义渠王送的皮子里有上好的貂皮，这2日我赶紧给继儿做一件皮衣。小孩子喜欢在外面跑，身子又弱，免得冻坏了。天色晚了，继儿也该睡了。继儿今日还没有读书，我问过医馆的人了，这里连笔墨都没有。明日婆婆带你上街市买些笔墨竹简回来。姑姑，你带着继儿先歇息，我去那边看看香儿和慧儿。